三皇五帝可能是外星人，这看似荒谬的说法，竟然可以从中医的药理中找到依据。《黄帝内经》就曾记载过，人体内隐藏着一套生命系统，并非地球的产物。这是怎么回事？人类究竟是从何而来的？难道我国的古人早已发现外星人的存在了吗？新来的朋友点个关注，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在西方药理传入中国以前，中医药理在我国古代医学界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中医认为，人的肉身本身就是一套完整的生命系统，这就是人们肉眼可见的五官、四肢等等。简单来说，是现代科学可以通过解剖学的形式分解出来的东西。这是中西医学相通的地方，但不同的是，中医认为人除肉身之外，还有一套生命系统。这套生命系统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却真实地影响着人的肉身。比如说经脉，中医所谓的经脉，利用现代科技来找的话，是根本找不到的。但是如果按照中医那套理论走下来，大家又会发现这个经脉似乎是真的存在，因为它确实对治疗人的各种疾病是有帮助的。这两套生命系统结合在一起，被中医称为藏象。从两套生命系统的作用可以看出，很明显，经脉这一套看不见的系统对人体的作用反而很大。也就是说，在中医看来，真正决定人体走向的实际是这套看不见的经脉系统。那么为何人体会如此结构呢？中医认为，这套看不见的经脉系统相当于灵魂精神的存在，是高于肉身本身的。它本可以独立存在，但是为了肉身的后续发展，选择依附在其上，有种要为其指点迷津的意味。肉身这套实在的系统是可以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也有所发展和进化的，但经脉这套系统却并不能如此进化，它们本身就已经是最高级的生命形式了，不需要进化。正是因为如此，现代科学才无法找到它们实打实存在的证据。那么人类为何又会生出这样两套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的生命系统呢？《黄帝内经》以为，象征精神灵魂的以经脉为主要呈现方式的生命系统，可能非地球土生土长的，他们也不是突然就来到了地球，而是在三皇五帝时期就已经在地球扎根生存了。难道说早在上万年前，外星人就已经造访过地球了？更有人推断，有没有可能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也是外星人呢？中医药理中竟然藏着外星人来过地球的线索。更为离奇的是，华夏文明的三皇五帝与苏美尔神话竟然惊人相似，所以有人推断，三皇五帝极有可能也是所谓的外星人。这一猜测有何依据呢？根据历史学家的推算，三皇五帝时期其实指的就是夏朝之前的远古时代。这个时代有多么的遥远呢？从伏羲算到夏朝之前的话，大概是公元前12000年至公元前2070年。没错，几乎是上万年的历史。而在这上万年的历史中，竟然只有8位统治者，其中三皇的平均在位时间大概是3000年，五帝的平均在位时间大概是1000年。要知道，在封建王朝中，一个王朝的命运也不过才数百年历史，一个统治者在位的时间超过60年，已经是最高级别的存在了。在这里似乎就可以看出，三皇五帝的身体机能貌似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因此在很多人的观念里，三皇五帝只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而已。但奇怪的是，苏美尔神话中竟然出现了惊人巧合。众所周知，苏美尔神话是有着楔形文字记载的，虽然有些文字的意义还尚待破解，但对于在位的统治者的年谱基本是确定了的。在苏美尔神话中，共有8位君王统治了上万年的时间。在8位君王之后，世界就发生了大洪水，神话时代到此结束。颇为有意思的是，五帝的最后一位，也就是舜之后，也发生了大洪水，于是就出来了一个治水的禹。禹之后，中国就进入了家天下的时代。这惊人的数量、时间、情节上的巧合，着实不引人联想。更关键的还在于，苏美尔神话明确了他们的统治者最早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就是与地球人不大一样的外星人。到了中期之后，他们才与地球人发生了结合，出现了基因改造的地球人。但这改造似乎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因为到了晚期之后，这个统治者的寿命就开始回归到正常的认知了。回想一下，尧舜禹在位年限是不是也是接近于正常人类的？而对于黄帝、炎帝、伏羲这些人，就带有神的意味呢？且不说伏羲、女娲他们面容上的奇形怪状了，单单炎帝、黄帝这些人的事迹就能超乎人们的意料。毕竟黄帝、炎帝那会儿打架的时候，还能干倒支撑天地的不周山，哈父还能追逐太阳呢。
种种行为从正常人的认知来看，都不大可能是存在肉身极限的人类所为。除了将其归结于神话故事以外，出现了另一种推论，也能解释这些超出常规的能力，那就是三皇五帝可能并不是地球人，而是外星人。可倘若如此的话，又该如何解释那些关于人类起源的传说呢？苏美尔神话中讲究的是用神的基因去改造人，三皇五帝与人类起源的关系又是怎么样呢？三皇五帝竟然有可能是外星人，华夏远古神话竟然与苏美尔文明惊人相似，而苏美尔文明的祖先基本被确定为外星人，难道华夏文明的起源也是外星文明吗？在《山海经》中，女娲造人的方式可以说是非常草率。女娲根据自己的样貌，先是亲手捏了一些小人出来，随后捏不动了，就随便找了个鞭子在泥土中挥动，于是人类就这样诞生了。淮南子关于这一故事的说法稍微有些不同，他说不单单是女娲一个人负责造人，皇帝这些人也参与了进来。皇帝负责的是阴阳，也就是造出了男女；夸父是给了人类耳目，也就是基本的五官。女娲所做的呢，是让初具样子的人类变得活灵活现起来，也就有了基本的感觉。不难看出，淮南子记录的这个版本更为全面，也更为复杂了一点。它很明显地告诉了大家，神不仅是给予了人类的肉身，还造了灵魂。那么，神又是如何确定人又该长这副模样的呢？有人或许会说，那是因为神是按自己的模样来造出人的。可倘若是如此的话，又该如何解释《山海经》中出现的人首兽身的存在呢？毕竟像女娲这类神本身也是人首蛇身，如果真的按照神的面貌来造人，那岂不是人也应当是人首蛇身了吗？这也是说，在人变成这副面貌之前，神其实是做过许多工作的。比如说，神有可能先是在蛇的基础上造人，但发现这样子的人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于是神又换了个动物来造人，找来找去，最后就找上了猿猴。可这般的猿猴人是没有灵魂的存在，因此就需要神给予灵魂。在圣经中，上帝是给了亚当吹了口气，亚当就拥有了灵魂。在淮南子中，女娲则是通过70化给了人类基本的感知，人类因而拥有了灵魂。这些说法还是比较玄乎的。举个例子，70化究竟是如何化？因而就有人认为，所谓的给予灵魂，实际上是将神的基因改造植入人的肉身之中，或者说是直接改造猿猴的基因，使其拥有感知能力，变得像人。因为灵魂精神这个东西不像是能通过外力感化的方式就能拥有的。既然灵魂精神是神通过自己基因改造给予人类的，那么毫无疑问，它与人的肉体就是不相匹配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医认为每个人都有2套生命系统的话，似乎也就讲得通了。事实上，人从猿猴进化而来的科学结论，仅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其中的细节是生物学所不能解释的。譬如，为什么人就拥有了精神这种其他动物都没有的东西？生物学不能解释的东西，人文科学是可以解释的。马克思就以为，精神感知这类东西是人在漫长的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是在人与自然达成深刻接触之后所形成的。第一个人摸到东西的时候，可能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可总有一个人在摸到某个东西的时候，会意外地发现这个感觉非常奇妙。关于触觉的意识，从此也就出现了。看到这里，你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